美金农男子排球队，那我们由背号由小到大入场哦。1号洪龙发，3号苏逢哲，5号伍奥斯蒂，10号张佑成，11号林家伟，13号何金威，15号许瑞恩，16号李俊佑，20号林玉君，21号苏彦成，22号陈安，29号李鹤轩，77号温义凯，86号张佑生，以及我们的执行教练小吴志廷，还有我们帅气的教练吕少平。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客队介绍完了，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我们连庄男子排球队。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大荧幕，由连庄男子排球队的进场影片。好，我们帅气的球员要进场喽，请大家尖叫声跟掌声都不要吝啬给他们。有请我们的3号柯凯杰，4号庄哲玉，6号吕江耀凯，8号施宗玉，以及9号的施朗，10号新进球员高伟成，11号帅气的吴宗轩，以及13号的林冠洲，14号的吕庆宏，15号可爱的汪炳勋，以及16号当家自由球员张云亮，18号的黄千训，19号滕冠明，最后一个压轴登场，20号的宋博廷。再来介绍我们的执行教练林丰进先生、教练简伟伦先生以及教练吴兴汉先生。最后，我们跟各位观众朋友借你们的双手，来把手汗擦干净。我们一起给场上这2队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比赛稍后即将开始，谢谢大家。
对于双方来讲，因为这只是在赛季的第3周的赛事哦，所以我相信在赛季的这个上半段初期呢，都希望各支球队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根基。你好，我是主播钱伟成，很开心为您邀请来球评是黄宏金，好久不见。谢谢伟成哥，大家好。对，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赛季其实也才刚开始，那这2支球队呢，目前美金龙呢是2胜0败的战绩，所以想当然尔，今天是要力求3连胜。没错，那反观到连庄这边呢，其实他们在开季第1场就输给了他们的宿敌屏东台电，以0-3落败哦。所以其实，在开季的时候，连庄其实慢慢他们在应该说球员的表现上面其实会有点挣扎，因为毕竟是去年的龙头。对，那你第1场就遇到了0-3落败，那想必在球员的信心度上面一定会受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前几场球赛之后，他们慢慢去调整他们球队的一些表现，包含说战术还有整体的一个这个球队的表现，我觉得慢慢有调整过来。所以其实今天这场球赛，2队都在变相的要去挑战3连胜。刚才私底下也跟洪金在聊，因为这个小弟我呢，这个上一次播排球联赛也有一段时日了，所以当时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背景啊，就说这个也有点像这个篮球圈里面过去的台北体院，那曾经有这种9连霸，然后甚至是这种长时间的这个霸主的概念。那连庄呢，就是一进入到了这个气牌当中呢，就直接把台电给打下来，而且也真的连庄。对，所以非常不简单。对，真的恰如其名哦，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所以今年呢，想要企图要连3拉3。不过刚刚洪金也说到，就是说今年对于连庄来讲也有蛮大的挑战，包括有这个主力啊离队啊，或者是有些伤兵的问题。是，所以今年到底连庄还能继续连庄下去吗？那这个当然就我觉得在上半段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那当然哦，我们提到连庄的战力今年会有所下降，所谓的有所下降的关键点在于说，平常配球熟悉的这个原本的主力举球员卢清泉离队，然后再加上他们阵中的得分的好手，就是这个来自菲律宾的 Brian 哦，这个他如果说没有办法在场上的话，连庄变成是说到后面你要跟其他球队在抗衡的时候，就少了一个得分的一个主力，而且他是具有决定性攻击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那就会差很多。是，基本上球做给他，大概分数就妥妥的拿下来了。那少了一个这种超级得分好手，那对球队的整体的战力当然是会受影响。不过这支球队应该在这个清泉离开之后呢，事实上应该也有补进这个一些即战力了。对，那正中他们现在依赖的这个主力举球员就是柯凯杰。柯凯杰他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身材条件哦，那190几公分，然后再来他长时间呢也在我们的台湾的国家队这边来去做磨练，有很多国际大赛的一些经验。我想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可能他在跟攻击手上面可能要多做一些配合啊。连庄虽然在 Game 1呢是0-3输给了这个宿敌台电，但是在 Game 2、Game 3呢是接连拿下了2场胜利，所以他们目前的战绩呢是2胜1败。那接连是在这个第2场赛事呢3-0击败了桃园台产。那在 Game 3呢则是3-2，哇，也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啊！面对台北 County 也是赢得相当的艰辛。但是今天我觉得哦，真正要挑战的是美金龙哦。虽然说现在连胜气势正旺哦，但是毕竟你现在面临到的是这个赛季的一个龙头，3个赛季的龙头，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强度来说，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本季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对，因为毕竟龙头呢，就是大家要这个主力围攻的对象，所以这是这个避无可避的。那双方呢，在这场比赛都有这个一些既定的目标。好，看到画面上呢是这场比赛连庄呢所排出来的这个先发的名单。哇，那比较特别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柯凯杰哦，今天换成是庄哲玉来先发。那云林美金龙这边呢，包括到佑成俊佑，那李克轩呢也在先发的名单上。那美金龙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聊连庄哦，我们想聊一下美金龙。美金龙他们就是一支大学的球队，那其实平常都有长时间的在做集中训练。但是美金龙呢，其实他们一贯以来的球风，他们每一位球员都有自己的特色跟很好的一个攻击能力，但是往往就是会有点稳定性不佳，然后比较慢热的情况。所以可以看一下他们这场比赛开场是如何来表现。一开始美金龙来发球，佑成的发球，哇，直接被对方非常迅速的拿下1分。
对，吕江耀凯是毕业于这个台湾大学哦，那他在我们气排的战场上也是一个身材条件非常好的中间手。嗯哼。哇！一开始当然两边呢都是当仁不让，在4号位这边的一记扣杀得分。美津浓阵中有非常多的一个得分好手，包含刚刚在4号位得分的温义凯，好，然后负责担任举队的这个在2号位攻击的洪荣发，哦，都是球队阵中的主力。哇，这个攻击点啊也是非常的高。从前面的女子组的比赛再转看男孩子的比赛，哇，这种杀伤力啊，这种震撼力就是不一样。那我觉得连庄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外籍球员哦。那刚刚得分的施朗是来自于柬埔寨，哦，那 Brian 离队就是受伤之后，我想他必须要更能要担当起这个球队的得分重责大任。哎，这个倒是有点阴错阳差的得分，还是设计好的呢？这个其实举球员当然他有做一个单手想要去举球的动作，但是最后很有经验的把它放掉。那连庄这边应该也要有一个人去做一个布拦的动作。是，这也算是一次的判断失误了。我们罚了8球，两边在初期呢，前面的5分啊是分数紧咬，目前连庄3比2暂时1分的领先。对于连庄来讲，明天呢要对到的是，这也是2连战了，明天要面对彰化3大有限。好。能够飞扑得到吗？哇，小心小心小心！直接摔在我们的赞助厂商台中银行的背板上。这个是不是也变相帮他打一下广告？是，这个非常重要。是。我们企业排球呢，已经进入到20年了，这是一个绝对的里程碑，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厂商来进驻，我们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同样是4号位被接了下来。斜对角的进攻并没有落地，这一球有在界内哦。对，这个球难度其实非常高哦，因为毕竟比较开网的状态哦。那温义凯还是做这一个原地的全力起跳，然后顺势的把球带到直线的位置。再从这个画面，这其实这个也有一点点修正，对，但是真的就是靠个人的能力跟判断。一般的攻击手可能看到这样子不是很舒服的球，他们可能就会安全的把球送过去，但他这个球很敢打。好，发球直接挂在网上。这种强劲的发球啊，就是两面刃。是，当你能够发过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够给对手造成威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强力跳发哦，也成为现在国际排球的一个趋势哦，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强力跳发。对。好，这次接发没有问题。哇，好球！就在我们转播台的正前方。这个角度看起来啊，真是赏心悦目。右城，同样是在4号位的进攻。5比4。也是干净利落的重锤。那我想刚刚得分的这位高伟成哦，今年赛季一定是连庄会委以重任，因为他打的位置就是原本 Brian 的位置。那他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得分的好手。他曾经到日本，然后之前在台中太阳神，那在国内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位球员。双方今天呢，目前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都还不错，是6比5。林家伟的发球，第一时间是有拦到，对，但最终呢还是出界了。其实这个球，美津浓的李鹤轩哦，在后排的部分已经做好这个位置准备防守，只是说可能运气比较不好哦，这个攻击打到拦网的手改变了方向。是。
直接后排起飞 ，touchdown！ 哇，非常漂亮的战术哦，而且前排的掩护效果整个都有发挥出来啊。哇，变成一个变相的一个完全没有人拦网的状态哦。虽然是后排攻击，但是以温一凯的这个弹跳水准跟能力来说的话，几乎跟打前排没有什么两样。真的，看起来非常恐怖。哇，这也是蛮有，看一下这个分数应该是记在美金农这里哦。对，不过连庄这边要来挑战的是，刚刚哦庄哲宇跳起来举球的时候，美金龙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干扰举球的一个状况？好，进入到挑战。待会透过画面的重播啊，也可以来，我们也来当个公道伯。挑战系统对于现在哦这个节奏球速越来越快，特别是男子排球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真的在很细微的一个状态下，真的有小指的地方。对，像这种球就是很细微，如果你真的只用肉眼来看的话，应该是分辨不出来。是，太快了。对，7比7。庄哲宇的发球，挡回来，这是一次成功的拦网。两个人移动过去的并未拦网哦，这个我们看到吕江耀凯在最后的时候，左手有做一个延伸，跟边线的这个拦网者的手完全并在一起，这个就是很扎实的一个双人拦网。就尽量把这个缝隙给填补起来。好，发球直接出界送分。哇，连庄今天的这个发球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哦。反观是美金龙这边虽然有出现一些失误，但是他们知道说连庄的这个攻击火力其实非常的猛，对，所以他们其实有在第一波的这个发球的部分，有针对连庄的接发球来做加压。好，分数还是稳定的进账，10比7。中轩还是非常的稳定哦，他不管是到4号位，或是到后排的这个2号位的位置呢，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攻击水准。他也是被我们国内誉为是新一代的这个黄金左手。刚刚洪庆在讲发球要注意一点。这个马达一启动啊，好像这个力道很难去控制。那当然，这个对选手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因为你每一周都是在适应不同的场馆、不同的空间。好，机会来了，稍微做一下修正，后排有，球还活着，再来组织一波进攻。看有没有 touch 到。那应该是有哦。哇，这个球打得很有水准，因为这个球已经3个人上来拦温一凯了哦，但是他很技巧性的呢把球打长。我们看到这个抛物线完全是越过了这个指尖的上方，然后落在大概9米的位置。分数又咬了上来，要追平的话，这一波要想办法守住。好。这边应该是出界，双方分数战成10比10的平手。感觉这个球给施朗的球可以再稍微的往前一点点，因为毕竟他也是蛮会跳的一个选手，对，让他在空中有更多发挥的空间。那这个球很明显就已经有挤压到了。同样，这边也是发球上面的送分，不过这也稍微让连庄能够喘一口气。是。那刚有提到，云林美金龙常常会在开局的时候就是送给对方很多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局至少都还有咬紧比数哦。这是不是有触碰到标杆？对，这个球也举得太长了一点哦。那温一凯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在额外的角度可以把球打过去。好，这么一来，连庄又取得2分的领先。
快攻挡出了界外，稍稍的直线。赛前跟洪金聊，洪金就说这场比赛当然也得看美津浓啊，是，这个团队的平均年纪可能稍微轻一些，对，所以在整场比赛里面，他们 up and down 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多。没错。好，修正一下，哇，好球！小高哦，在4号位今天攻击上面的那个感觉哦，蛮强势的哦。这就是整个举球过来的高度啊，起跳的 timing 都抓得恰到好处。是，那小高真的是比较可惜啊，真的就是他有很好的攻击能力，然后也很会跳，但是就是身材条件如果能够再高个几公分的话，其实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些国外的球探，他们对高伟成其实蛮有兴趣的。这算是一个蛮 lucky 的得分，而且来的正是时候，因为稍稍把比分给拉开了。然后这时候是云林美津浓喊暂停。哇，打在网带上面啊，刚好越过。其实我们在暂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转播单位这边都会别一个麦哦，在执行教练上面。对，但是美津浓的这个少平教练，他就是非常大家都熟知的，就是比较少话的教练。因为其实真的到了比较高层级的比赛，很多东西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大概教练或者是在赛前的一些情搜啊、准备上，但该讲的也都讲。有的时候叫个暂停，就是希望把这种情绪啊，或者是对稍微缓和一下。哇，这是一记 ace 球哦！哇，这个等一下会是教练跟司线员之间的战争，两个人刚好都站在corner，看到底是谁对。看谁的眼睛比较利啊！因为现在对于落后的美津浓来讲啊，这个分差不希望在首局里面一波流被带走。那这一次的发球到底有没有直接落在界内得分呢？有，刚好压在线上。所以裁判还是裁判。我们要相信专业。不过虽然这个球是挑战失败哦，但是你透过挑战的这个时间，你看像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原本他发球节奏已经在他的整个一个调整的状态里面，会影响到他的节奏。对，有的时候这或许也是一种的战术运用啦。哇，台中银行这一次是直接在自己的背板上，但是球救回来了。哇，这个快攻是真的没挡住了。这就是我觉得反应也够快，知道对方呢这个布阵立足未稳啊，赶快趁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呢，加速的进攻。肥水不落外人田啊！我觉得他刚刚余光可能有稍微瞄一下，我到底要撞哪一块？撞我自己的好了。这个帮美津浓争取了大概5秒钟的露出时间。哇，这个你知道电视广告这个1秒计费。是。美津浓的机会球。对。哇，这一个高度好像有点尴尬。对，其实可以再给他多一点点的上升的空间，让他去做这个路线上面的转移。对。哇，那只能说这个球连庄这边的汪秉勋也判断得非常的准他看到说虽然身体是往这个面向，但是他想要做一个反打，完全被他识破。17比12。哇，又再来一次！
这已经是在第一局里面出现第2次这样子的发球得分。果然哦，这个因为这2周都是连庄的主题周，看来他们对这个球馆来说应该是蛮熟悉，而且运气是站在他们这边哦。对，再怎么说都是主场嘛。不过也因为这几周的赛事也都比较集中在这个台体大的体育馆来进行啊，所以各支球队我觉得对这个环境初期这个变化就是没有这个南征北讨，先集中在这个场地。所以在中部一带的朋友啊，有时间这2天呢，都会在台体大的体育馆来举办比赛，对，都从中午开始啊，然后就会有这个男女子的精彩赛事。真的鼓励大家哦，多来到球场看球。虽然看转播一样可以体验到这个球赛的紧张，但是到现场那个临场感上面呢来说，那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其实看赛事就是要到现场看，你才会知道这种拳到肉的感觉。是。因为你在现场啊，不管是收音啊，现在因为这个举办赛事越来越有规模，然后各个主场也有各个不同的主题，然后现场也有啦啦队，所以真的是蛮建议啊，蛮推荐，真的多进场来支持看球。把球坐在施郎这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这个球美津浓有点大意哦。其实他看到刚刚施郎那个球举起来，并不是他很喜欢的这个位置，就前排的拦网就稍微松懈掉。那没有想到施郎更敢打了一个斜线的一个攻击啊。哇，再被拦回来，哇，感觉这一段美津浓真的是有点失去了方向。对，在攻防2端上。哇，那今天呢，本来是正中的得分大将洪荣发，在第1局并没有做出他对球队很多的一个贡献哦，没有像他之前这个爆量得分，所以美津浓目前会瞬间找不到一个攻击的重心。现在领先的分数越来越健康了，7分的差距。依旧是连庄来发球。好，这一次的接发没问题，后排，哇，好球！温一凯，今天从后排起飞啊，他的得分率也不错。温一凯这个选手在高中时期就被寄予厚望哦，就是在他当时在念台北市的内湖高中那一年，也是顺利的拿到冠军，然后他也成为 MVP， 然后现在就读台湾师大之后，到7年的赛场，其实每一年看他在打球都有所进步。是。这球接得漂亮，自己接再做到施郎的手上，没有问题，依旧能够取分。对。对于连庄来讲，能够再跟施郎持续的续约啊，对球队的战力呢，算是有一个稳定军心的效果。是。那我想，不止我们台湾的选手会想要去旅外去尝试自己的球技，那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希望可以来挑战我们台湾的气牌这个舞台。其实就是我认为需要一些刺激啦，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些外援进来是不是会影响到本土球员的发挥啊，或者是这个好像会让比赛有点失去公平性。哦哟，这一波的来回精彩！哇，不过很可惜，看似是一个扎实的拦网得分，结果这个球是一个 touch out， 差一点点啊。最后是落在界外。对。好，9道快攻也没问题。再换到美津浓这边啊，举的并不理想。对，一起跳起来，很明显球就已经开掉了。对。所以这真的就是默契上面的问题了。是。哇，还是没办法突破连庄这样子一个高大的拦网。对，
就连温一凯都没有办法呢，能够在一个舒适的，这已经算是一个蛮舒适的攻击，对，但是依旧无法取分。好 ，set point 出现。所以美金龙这边还是要找出一个得分的重心，不能说现在落后了找不到一个得分点啊。哇，又一个真的主场优势啊，第3分。啊，这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 ending。最后25-14。那么连庄呢，在这场比赛呢，先下一局，取得局数1-0的领先。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办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办，那我就办一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哇，你可以看到光是篮网的得分上面，以及双方在罚球跟失误上面的数据啊，哇，这相加一加，大概就差到要有快要到10分了。是。那我想哦，从2个层面来看，连庄为什么在第一局篮网得分可以领先对手6分哦？那刚刚我们也稍微想了一下，美津浓在第一局的表现上面，因为他们快攻并没有太特别的一个得分，所以你战术比较单调的都集中在两边场的时候，让连庄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做预备的一个拦网。那当然他们的高大拦网掌握度也非常的高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美津浓可以再多打一些快攻，是哦，因为你快攻不打，你就没有掩护的效果，后面的选手就会更难打。对，而且节奏也比较容易被对方给掌握。哇，才刚说完首次的进攻就被对方给拦截下来。是，就算说这个球队你的快攻手并不是你得分的主力，你还是要有一些配球要送给他，你这样才可以去施展后面你想要施展的战术。是。那刚刚连庄的那第一局的那3个发球得分，应该就是主场赐予他们的。好，这个只能勉强打过去了。机会降临，再来尝试，还是被拦住。哇，连续2个2号位的进攻啊，通通都是无功而返。哇，这个在空中原本拦直线，最后做一个手臂的横移。直接被掌握住。哇，在2楼的进攻，篮网高度在3楼，这个住户不在同一个楼层啊。好，换一边，有没有 touch 到呢？应该是没有哦。这个球还是想要刻意打长，但是球线稍微长了一点。哇，没想到经过中间5分钟的休息之后啊，整个气势状态都还是没有能够调整回来。进入到第2局，连庄连下3分。好球，总算是得分了。对，那像这个球就稍微有一点点变化，虽然还是给洪龙发，但是他至少有从2号位上位往3号位的地方做内切哦。最起码位置、进攻角度都稍微做一些修正。好，第1分拿下来，算是缓了一口气。好，直接的 touch out。今天施朗的得分啊，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对。那之前有跟球团聊过，其实施朗对于台湾的生活他也慢慢适应，而且也非常喜欢了。好，没有 touch 到的话，就是直接攻击出界了。我觉得温英凯现在必须要更加的沉稳哦，因为你既然是球队的一个主攻手，那球队把所有的希望交给你的第3球，在没有你很喜欢的一个位置上面，应该要想办法先把球处理进。好，但是我们看到这几球他在处理上面都只有比较大力的攻击哦，没有去考虑到说这个球会不会进。是。因为在这个主攻手上面，当然。在一个制高点舒服的情况底下，能够这个重锤得分，但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有一些技巧性的一些攻击手段。是。那我想以温英凯的能力来说，绝对不止如此哦。那看他怎么样去运用。好球！好。哇，这个球打了一个2号位的平长球。我们看到几乎是举球，然后跟这个攻击手是同时起跳。钟轩很适合，很喜欢打这种有时候高有时候平的这种球，会让对手拦网抓不到他的节奏。好，这边有收到讯息了，偶尔也要快攻来一下，但是哇，住在3楼的住户来了。看这个施朗是住在高楼层的，是，哇。现场都没有人有他家的门禁卡，7比2。
所以洪金你怎么看啊？就是说对于现在的美津浓，先前你有说可能在进攻的方式、节奏上面要去做一些调整。那进入到第2局里面，现在又稍稍的被拉开，所以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调整的方向吗？我觉得除了技术面需要探讨之外，再来就是心态哦。你们不要说你今天面对到的强度是非常强的球队，你就稍微有点说，哎，我好像已经输他了，就绝对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说你今天攻击宕机的话，我们用其他的方面来去做弥补，然后从最基本的，包含说接发球，或是说从防守上面先做起，帮助你的攻击手制造更多的攻击机会。然后更多的攻击机会之后，攻击手的攻击次数多了，他就可以慢慢从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机会找回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找信心，找感觉啊，修正一下。还有，这也算是修正的还不错，反应很快。对。那我觉得美津浓到目前为止打得比较闷一点哦。那看是不是阵中有一些，比如说像温一凯啦，或者说队上的一些队长能不能够说透过一些得分，然后来去喊声一下，让整个士气稍微逆转一下。好，机会来了。没有能够落在界内。都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攻击手自己的失误啊。对。其实前面呢的掩护也有出来。对。钟轩的发球，今天目前也攻下了4分。这个分数看样子是记在连庄这一边。对，因为这个球这个洪龙发在后排起跳的时候，脚已经踩到攻击线了，所以是构成一个后排攻击犯规。目前的比数应该是9比3。快攻得手，好，一步一步来啊。因为当场上目前呢，就是比较低迷的状况已经发生的时候，就不要纠结在这边，应该是要真的就像洪金讲了，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调整，滚动式的调整。没错。可惜了。哇，连庄的攻击手今天不管说是中间手或是两边的边位攻击手得分的把握度都非常高。对。鲜少看到失手的，因为我们还看到第1局的数据里面，这个对方也都没有拦网成功过。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战术接发球到位之后，虽然说你前排不管你有几支的攻击手，我们都很常都看到这种叫立体攻击法，不要只有在一个前排同一个这个水平面这边来做战术的运用，有时候你稍微拉出来到第3空间的后排跳出来，同样有掩护的效果。而且现在的排球选手，其实我说真的，打后排跟打前排一样啊，条件已经越来越平均了。对，好球啊！这球其实攻得很聪明。再救回来，重新尝试一次。哇，连续2波的进攻，总算是把这个分数给要到。不过至少连庄这边的后排防守的球员都有站对防守应该要站的位置。所以按照这样子的节奏，对于云林美津浓来讲，非常难以追分啊。对，因为要等到对方的一些失误的情况，好像今天出现的比例不高。是，而且又刚好遇到今天连庄每一位攻击手的把握度都很高。好球。像这个球，洪龙发很明显在攻击上面就有所调整身体面向斜线，但是最后做一个轻轻打，把球转到直线的位置，这样就是一个在你平常攻击上面去调整你的节奏或调整你的方法。右手的发球，接发接得不错，
史郎自己第一线有挡住，好，timing没抓好，哇！这一球，这个板子是不是拿错了？对对对，因为就规则来说，自由球员只能在后区，就是攻击线以后起跳，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举球的动作给攻击手。那刚刚这个阿亮呢，稍微秀了一下，他是直接第一时间就趁你没有防备，就直接把球送过去。出其不意的进攻。对，那连庄这边要来挑战的是说，因为其实刚刚裁判判定是球赛是继续进行，但是连庄认为说这个球其实已经提前落地了。好，这个就镜头如果拍到的话，当然就对非常一清二楚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些落地耶，一半一半，真的。有啦，先触地了。是。像如果说没有挑战系统有这样子一个球触地板的这项挑战，其实你也就是以主审的判决为最终决。对，现在各式各样的球类运动啊，都有这种鹰眼啊，或是回放系统，来让比赛呢更具公平性。好球。所以大概可以了解洪金所说的。前几次的攻击都是在斜线的强攻，你看现在这个轻轻的打，有时候排球不要想说我要打得多大力，你就算把球地板打破，也是得一分。对，你轻轻的转直线，转攻击的方向，落地也是得一分。但温英凯的条件真的就是放在这里了。是。哇，好，这伟成哥说住在4楼的。对啊，楼层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哇，这真的拦不到啊！打点很高，对，然后球速又很快，所以你看他那个手腕的瞬发力那个加速的那个力量有多大，非常强劲的发球，但接发接得不错，好球，这个也是成功的拦网，终于出现了成功的拦网，这是美基农在今天拦网所拿下的第1分吗？应该是哦。不过这个球看钟轩的攻击动作，很明显这个球已经有点太靠网，而且不够高哦。好，这或许可以让美基农稍稍的找回一些信心跟气势。好球，这就是完全timing掌握的刚刚好。然后连庄这边也用他们的一个掩护战术帮助小高把整个攻击空间给清开了最后只剩下1支拦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洪金讲说战术要一直这个进攻的方式要一直不断的去改变这样才能去在让防守端上你的对手一直很迷惑。是。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排球场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场上的指挥官，就是举球员。举球员的配球会去影响到你攻击手这一局里面所有攻击手的一个表现。哇，这样也能得分，反应太好了。哇，这个球庄哲玉在空中应该是已经延伸到极限，想办法把球再做回来给汪敏勋了。这真的是做回来。是。那汪敏勋也很信任自己的队友，其实他还有做跟进一般来说，有时候太靠网，可能攻击手想说没了。对，他就放掉了。对。好，修正一下。后排起飞，第2次的拦网成功。许瑞恩难得看到3、4楼的住户也有吃瘪的时候，靠着一己之力啊！许瑞恩的身材条件也非常好有将近196公分那在前排手举起来之后，然后加上了弹跳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拦网高度
这有点呛家的味道，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排球都是会这样，有时候你一个比如说打一个 A 式快攻被拦到，我下一个举球员我就还是会用 A 式快攻再给你，看你能不能够再讨回来。是。同样都是后排的攻击，前面一次被拦下来，这一次呢扎扎实实的得分，16比11。好球！哇，这也能救到，厉害！但是还得再守一波。放一个小球，哇，美津浓我们又来了 ！What a hustle， 非常拼。哎呦，我的妈妈咪呀！连庄今天真的太猛了。排球比赛好看的就是来回波数多之后，然后最后靠着一个防守反击之后得分哦。这个球队的气势会瞬间的上升啊。对，你看，这真的是用这个生命拼回来的1分。尽管已经大幅度的领先，但是连庄在场上他们的整个态度呢也没有因此而松懈。没错。17-11，好，发球直接的出界，不过口袋深度还够啊。对，有这个本钱做这个加压哦。嗯。好，稍微走马换将，待会嘉伟要来发球。好球，这个一个 C 式快攻啊！其实这个球馆呢，最熟悉的应该是现在要发球这位，因为他就是就读这个国立台湾体育大学，真的是回家了。是，就在家里打球。这不仅在家里，还走到自己的卧室。好，快攻还在。哇，连庄今天真的太会守了。对，再来一次的快攻，好，哇，直接场内全垒打，成功的取分。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啊，最终的比分连庄是25比14，所以我觉得对于美津浓来讲，就一步一步来，最起码在这一局里面呢，这个总得分要超越上一局。对，然后现在目前已经攻下13分了。顺势的快攻，再一次的被拦截下来，所以防守端上呢，云林美津浓在第2局里面的表现啊，是渐渐能够找到一些感觉跟分数。对，因为我们排球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你每一项技术都可以帮助你的球队得分。你现在攻击不好，状况不好，我就是加强我的拦网或加强我的防守，就是这样而已。老师往这个点，哇，打点真的还是维持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高度哦。不过排球场上当然也是蛮现实的啦，就是说有的时候别说施朗，有的时候可能跟国外的之前我们也有转播过亚剧啊，或者什么不同等级的赛事，那真的是有身高很高，然后还是能跑能跳的这种选手。真的也没办法，这个条件就放在这边。这球还有，这真是强行穿越。对，这个就是已经完全包到没有角度，最后用他的这个手腕哦，作为让球的旋转更多，转速更强，然后想办法去突破。所以洪清，如果你是这个美津浓的教练啊，那比如说针对到施朗这个点，在赛前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这种
防守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配套？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其实球队他们自己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分析跟路线的分析。那我觉得应该要先去判断说，如果你要分析一个球员，你要想办法去拦阻他或防守起来的话，你要先去看他的攻击惯性、习性。就是说可能他斜线可能是7-3，或是直线是7-3，那你可能在防守的站位上面或拦网的布防上面，你就要先预备。哇，这个反应也太快了！哇，这一分太恐怖了！哇，这球是怎么守住的？哇，这个阿亮今天自己有得分之外，防守也是对，第一时间挡回来，而且这个距离很短，速度很快，但还能够接得到。而且他刚刚那个出手已经是本能的反应，大脑还没有思考到那边，我的手就先出去了。是。产品没配合好，换个角度一样。这也算是强行进攻了。对。那我刚刚讲到一半就是说，其实你除了对这个球员的惯性做分析之外，排球的防守其实有2道。大家都认为说防守好像就是在后排的防守而已。其实我们的拦网就是第一道防守。你第一道防守有办法去抵弱他的那个攻击的那个强度之后，你后排就会比较好防守。没错，这就是团队合作。是。好球，好球。在第2局里面不同类型的得分渐渐的出现。是在第1局里面，我记得是没有发球的得分，也没有拦网的得分。对，但美津浓在第2局里面分数渐渐咬上来喽，18-20，场上现在是喊出暂停。在最近这是一波6-2的攻势。那连庄这边还是要小心虽然是领先的一方，但是美津浓这个气势很明显的越打越旺你要怎么去压住，然后守住目前自己的领先？第2局非常的关键。好，看看暂停是不是可以给气势正旺的美津浓一些干扰。自己没有能够打过网而且这个球没有人拦网有时候你没有拦网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怪怪的。攻击手跳在空中，奇怪，怎么没有手？对，怎么没有手？不过有时候攻击手这个 no call 的球，没有人上来拦网的球，有时候不要想太多，比如有时候想要打得很大力还是怎么样稍微就是按照你平常的节奏去打就好了。对，好。关键时刻还是中勋跳了出来。拦在界内。像这样子的攻击被拦回，其实并不是太意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刚刚很明显，在第一波的接球上面就已经没有接到位，所以形成一个修正球。那面对到今天专注度这么高、拦网的手型用的这么扎实的连庄来说，这个球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像拦网训练。哇，这个球又没有接到位。可能看一下连庄这边会设计什么样的战术。哇，这个反应也是够快的。这是一个不美丽的误会。哇，这个球连庄很亏一个眼看要得分的呛死球，结果攻击手跟举球也没有搭配好哇，这个球应该是要打 A 汪敏勋跑了 B 呀。
因为在刚才这个 timing 快攻是看起来是已经要绝对要成型的。 所以反而排球选手太简单的球，反而我不会打，我不会举。已经出现这个2分了，这样的状况，没人拦网的时候打不进，是，然后太简单的球型呢，哎，没有做好，对，配不好。哇，这个斜对角干净利落，好球，直接打了一个直线。好，现在对于美津浓来讲，当然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在第2局不想被对方一口气连下2局的话，因为对方再拿1分的话，就等于是进入到 set point。美津浓这几波的这个拦防非常的重要哦。哇，当球队需要的时候，你看世良笑得多开心啊！高火蛙出力点后，好，这个球美津浓来挑战这个施朗，刚刚后排起跳的时候是不是有踩到攻击线？这个挑战我觉得合理，不管有没有，这个也有一个短暂停的效果。没错，同时如果真的有抓到的话，也能够还保有一线生机。是。 所以我们很常说，就是赋予球队2次的挑战机会，等于说是变相的给你这一局有4次的暂停。好，看起来小朋友比较会抢镜头。但是转错方向。对。好。哦，应该是没有，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问题。 No fault。好，这么一来，连庄呢是又再度的取得了听牌喽，24比21。云林美津浓再度被逼到悬崖边。但我觉得至少这一局的美津浓跟第1局的美津浓有所成长、有所调整哦，这个是好事。那看能不能第3局再寻求突破的机会。好，这么一来。 虽然云林美津浓在第2局里面啊，这个气势状态渐渐找回来，但是还是25比21，再丢掉一局，所以目前连庄呢是局上已经取得了2比0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
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再回到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的现场直播。那2局结束之后，目前联庄呢取得2比0的领先，但是美津浓其实跟第一局的数据比较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拦网啊、得分以及失误的控制上面，其实都是有稍稍调整回来的。对，那。我觉得一支球队的攻击率不高哦，不见得只是单纯的攻击手今天表现不好，你要去看对方的表现。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呈现很明显，就是第2局联庄还是维持着一个非常高专注度而且高成功率的拦网，所以你这样子在云林美津浓这边的攻击能力上面，当然会受到一些限制。然后再来，不得不说，今天联庄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跟这个韧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哦。从第一局的成功攻击率是57%啊，那现在进入到第2局结束之后，联庄的这个攻击率更是上升到了64%。所以虽然美津浓是能够有调整，但对方也没有在休息的。我觉得双方现在到刚刚的第2局，一直到这个尾声哦，双方的状态都是一直在上升的。哇，好，又被直接挡过网，再组织一次掩护之后，还是得交到温一凯这边了。面对实力看起来，因为对方已经连拿2局，所以美津浓在关键的第3局里面啊，一开始真的就要先把比分想办法给咬着哦。
排球比赛还没有到最后1分得分之前哦，其实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像上一场的球赛，台电2比0，最后被金华逆转。没有到9局下半，第3人出局，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排球也不外乎是如此。好，修正一下。哇，这是一个好的开局哦。再进入到第3局，云林美津浓连拿拿下3分。像以这个球的位置来说，连庄这边负责 cover 的吕江耀凯，他的位置是完全站错的哦。其实你要在面对网子的地方，还要再布拦一个负责 cover 的这个球员。好，这个快攻，赶快先追1分回来。好球，对。如果现在先按照这样子的节奏的话，这一局谁胜谁负都很难说。没错，这个球虽然有点短哦，但是洪荣发用他的一个攻击技术来说，做一个这个转腕的动作，转得很漂亮哦，打成一个 touch out。现在对于这个云林美津浓来说啊，就是要跟对方比攻击的成功率了。因为当然进入到第3局，虽然前面是小小的一波乱流啊，但时间拉长，连庄的这个攻击火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免费送1分。所以哦，连庄这边还是不能松懈。虽然手握2局的优势哦，但是如果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比赛呢，我绝对不能面对到美津浓这样子一个非常有韧性的球队，绝对不能放松啊。哇，这个攻击打下去跟撞墙没有什么两样哦。哇，跟打到墙壁一样啊！完全就是在许瑞恩的掌握之中。对，6比3。你有铜墙铁壁，我也有重武器啊。这个洪荣发也没有做退缩啊，直接用胸口来挡球啊。好球。的确，在第3局可能真的也是退无可退了。这球就有观察到两位拦网者中间之间的缝隙哦，贯穿进去。哇，这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美津浓很聪明哦。其实他现在不管说你是做这个强力跳发，或者是说发点的战术性发球，他们现在都锁定着连庄这边的高位层去做发球的攻击。这样的用意是因为小高目前从这几波看起来接发的到位率并不是很高。那我们在排球场上就是说谁的状况不好我就发给他。对，哪里痛就往哪里打。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发球战术。好。哦，这球的延展性啊，滞空也稍微等待了一段时间。还是给小高哦。哇，这真的是不好守。大概也知道很有可能打在斜线上。
其实施朗的攻击动作，他并没有做很大幅度的摆臂哦，他其实最主要着重的是在最后的那个手腕的顺发力，哦，这个手腕的力量真的很强。哇，这没办法。连庄这边拦网起跳的时间，不管说是好球、开网、靠网，他们都有不同的起跳时间，而且2个拦网的起跳时间都抓得很准。哇，刚刚这个球拦下来啊，这个几乎都已经要在网子对面了，所以让这个苏鹏哲呢非常不好处理。好球啊，2号位的进攻得分。找到了一个直线的缝隙。好，球还活着，再来守一波，同样的位置再来变线，直接的直线落地得分。这个球苏鹏哲就有一点点被拦网的，应该是说拦网的位置跟他后排的防守有点重叠了。那样一般来说，我们排球的后排防守应该是要守在没有人拦网的这个就是空隙啦。对。哇，美津浓这段时间哦，自己的失误又出现了哦。对。分数渐渐追赶上来，先连庄把分数给追平了。哇，那也没办法，再一次的接发失误，从领先到落后，教练很无奈。对，但这个对我正想讲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可以喊一个暂停。没错。好，在暂停时间里面稍微调整一下。那我觉得美津浓现在千万不能慌哦，还是要先从最基本、最基础的这个接发球先做好，然后先稳固自己的第一波的攻势。好球。暂停回来，稍稍的直线。依旧分数战成平手，但这一局的确两边是有来有回。哇，这个球很聪明，最后攻击的最后一刻改成用抹的方式。哇，这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也算是在排球场上的德州安打。哇，这个球攻击的隐秘性太高了，完全看不出来。前面已经吃了3次的亏了，这一次总算是有注意。哇，还有修正的机会，后排球也被挡住。
哇，多次的进攻都没有能够有所收获，高度位置都不大理想。钟轩这一次的攻击啊，被对方给拦截下来。对，我想吕庆宏刚的选择哦，其实他选择，当然，这个是属于结果论啊，因为刚刚其实所有的拦网者都集中在接近2号位这个位置。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举到4号位的空间比较大的小高这边，或许是得分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对。但因为真的节奏也太快，可能只是说我们在这边看比较清楚啦，球员当下可能也没有办法思考那么多。因为这种节奏，你瞬间要去做到最正确的反应，的确是不容易。好，来血池了。对，这就刚刚伟成哥说的哦，就是很明显的哦，就是我要要回刚刚那一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那个呛虾的意味。再怎么说也是球队的老大哥啊，这口气不能输。而且就我的经验哦，其实你上一颗被拦到，如果你举球，你下一颗不举给他，攻击手会生气哦。对对对。好。这个又会不会要挑战呢？对，应该是拦网触球。对。因为比分咬得很紧啊，再加上2局的落后，所以这个挑战我认为是也是必须的。错。应该是有 touch 到哦。挑战算是成功了。所以现在两边战成了平手。所以刚刚这个挑战很关键哦。对，要么就是2分差，要么就是平手。好球！这就是在节奏内接发没有问题啊，举球 timing， 攻击手也都配合的恰到好处。换个小球没有，看看界内还界外，应该没有落在界内，双方依旧保持平手的状态。不过这个球是刚刚看到钟轩主动去跟教练团建议，他好像有看到云林美金龙这边的球员有触网。这样子的沟通，我觉得也是相当值得学习，因为也只有在第一线的球员，其实真的是看得最清楚。是，因为有的时候，像在职业篮球场上也有很多这种出界与否啊，或就有没有压到线啊，是不是在时间内啊，其实球员都会主动跟教练讲说啊，我们这一球我们要提出挑战。而且教练基本上都会相信自己的选手。真的很细微，看起来好像没有哦。是。这没有挑战成功，所以还是平手的状态，13比13。哇！我刚刚好像看到弹珠台的感觉。所以这个弹珠台来得太快，所以防守端上了，你要注意到，真的也很难。我刚刚连庄其实不用打那么辛苦哦，刚刚那个美金龙的呛死球送过去，应该第一时间前排拦网可以直接起跳做攻击啊。
这个球又是比较技巧性的哦，没有强攻，直接送到一个没有人防守的区域。眼看分数准备要拉开了，这边在发球上面直接送了1分。不过从刚刚小高那个发球来看哦，他真的连庄目前还是有高度的这个企图心，想要把分数给拉开。对。哇，我没有看错，这一次真的也是拦得很扎实，而且是在施郎的手中拦下这1分，而且是前排拦网高度最矮的5奥斯汀。5奥斯汀，我够厉害啊！是，这个就是1楼拦4楼的概念啊。修正一下。啊，可惜了。哇，所以你看到连庄真的都是这样，对，就是有一球被拦住，或是没有能够攻击得分，相同的位置就会直接再做1球。是，这个美金龙可以去抓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对。好，稍稍调整一下，放个小球。那这么一来，美金龙还有再重新组织的机会。哇，也没有配合好。手下来了，不简单。后排起飞，这分还是没要到。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看出来。哎呀，连续2次的组织上面的失误。哇，这一波有点兵荒马乱哦。哇，总算是得分了。哇，今天何金威，有的时候就是会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几次球队需要他的时候，他都能够帮助球队得分哦，而且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对，是时候啊，因为球队真的退无可退。该他威一下的时候就要威一下。不过美金龙还是要注意一下，刚刚连续2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进攻的机会，都因为球没有接好，去浪费掉那个机会。没错，虽然最终的结果还是得分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排球运动来说，真的是最适合来去诠释所谓蝴蝶效应，就是说你这第1颗球没有接好，你就会去影响到后面更多的一个攻击表现，然后是得分的机会。但最起码在这一局，两边是相互的纠缠，一直也都没有这个拉开分差。那双方也是有领先互换过。好，救到！哇，这一段时间他们防守的专注度很高啊，直接喷出界外。想要打长是一个好的选择啦哈，但是自己没有包覆住那个球，就很容易形成这样子一个长距离的失误。好，因为这一来一回一样啊，就是2分差，所以还是挑战一下。其实我都很敬佩这样子球迷还愿意花时间去做这种手做的看板。现在基本上都用平板啊，就是跑马灯直接秀出来。对。闪过应该也是没有，但同样因为进入到这比赛的这一局的中后段，所以这个挑战还是得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稍微阻断一下连庄这边的士气。哇，前几站这个先发的柯凯杰现在回到场上了。
好，顶替庄玉哲。因为毕竟哦，这个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球赛哦，所以其实让每一位选手在每一周都有上场的机会，体验一下那个场上的强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对，可能也包括一些体能的调节啊，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可能轮替方式，也能够减少一些受伤的状况出现。特别这一周又是企联的第1天哦的赛事，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比赛，所以选手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1个晚上的一个修复，然后跟休息调整哦。背靠背的比赛总是不容易，是。哇，所以你看到这个阶段里面，连庄呢又找回他们连庄的气势，连拿了3分，会不会就此一波流带走呢？而且美津浓这边也没有暂停可以使用了。哇，看到那个攻击得分的前3名哦，连庄那边其实有3位攻击球员今天得分是上双的哦。那美津浓这边呢，虽然主力攻击手都有所发挥，但是攻击的分数还是比较集中在温义凯。对，那你这样会有一个不好的状态，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的重心，对，大家都会去慢慢去抓你。那这也是连庄恐怖的地方。还记得先前有问洪琴，就说，哎，针对到施琅的这个点，那美津浓怎么办？但千万不要漏掉像吴宗轩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种强大的攻击手。所以这个防守起来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面对到连庄这支团队的时候，这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啊？20-16。看起来这个局势呢，有可能一去不复返。我球队教练团这边哦，还是善用自己球队的一个权利哦，想办法都能想要用，不管说是暂停也好，挑战也好，来帮助到球队啊。对，最后一次的挑战了。哇，台产应该在旁边等很久了。哎，看一下哦，这边这个是连庄的球迷。应该是没有。好，所以这个分数真的是拉开了啦。目前的比分应该是21-16。我刚刚看那个导播带到这个吴志廷教练的这个表情哦，感觉他今天应该是觉得对球队有一些期许，然后但是球队没有打出应该要打的内容。好，这边同样一个失误，又让连庄再下1分。好，不论如何，还是得因为这才是第3周的比赛，就算是这个对于美津浓来讲，可能要吞下赛季的首败哦，因为他们是2胜0败的战绩呢，进入到今天的赛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哦，今天对胜方或输方来说的话，都会有所收获。因为其实赛季还很长，没错。以今年的这个赛制上面来说，反正 focus 就是要拼在前4名。是。那保持在前4名，然后尽量避免第4，因为很有可能你就要面对比你强大非常多的队伍。哦，有些兵败如山倒的氛围了，23-18。这种气力放尽啊，在运动场上的确是容易出现，尤其当不管是局数还是现在本局的分数上面呢，都已经被对方给拉开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无心恋战。是，而且心理上面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没错。
哎呀，真的，哇，连这个球员教练都已经不知所措了，找不到任何的解方。这个就是举球员的举球动作稍微比较单调一点，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引诱性跟隐秘性，是打得太明显。match point 出现。好，这边就真的就是做了一些调整了，还是要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因为今天真的在美金龙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团队的配合举球上面的一些小失误，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可能反而是想要稳扎稳打，比较不想要再去做太多复杂的一些配合呢？对，因为攻击手跟举球的搭配不好的时候，你有时候打更复杂的战术，只会让他们的状态更搭配不到而已。尽管目前的局势看起来对方是要直接连下3局，但这个篮网还是相当的精彩，要给予肯定。但主力现在慢慢的要回到这个板凳区这边了，来调整了。宋轩下来，宋博廷顶替上阵。这一分落地没有问题，比赛结束。那么连庄呢，在这场比赛面对云林美金龙，最终是连下3局3比0呢，赢得了这场比赛，也让他们今年赛季呢的目前的战绩呢来到了3胜1败。待会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场边的访问。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
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在场边，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访问一下宗轩。宗轩今年赛季其实球队在阵容上面是有做一些调整，尤其是像 Brian 受伤之后，那你觉得也打完第4场的比赛，你觉得现在球队在少了 Brian 之后的调整状况如何？少了 Brian 战力一定有差嘛，但是我们也补进小高，也是属于那种爆发性的球员，所以其实也不会差到哪里。那第一周对台电就是输球的状况。然后我们回去练习，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配球、举球员配球，然后球速、球质跟攻击手的沟通，然后去做一些演练这样。那除了 Brian 之外，因为清泉也离开了，所以在球队的这个打榜上面，有没有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就主要还是跟举球员嘛，因为那个 No 哥离开，然后我们之前也是跟他搭配比较多。那新的举球一定会陌生嘛，然后第一场也是有反映出来，然后后面回去就是我们针对这部分特别调整。对，好的，那这边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了哦。那队长，今天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看到你在防守端上有优异的表现，不仅如此，你居然还可以再往前得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时那个 play 啊？其实当下因为我有一点点意识到我好像踩到3米线啊，因为自由球员踩到3米线再举给前排攻击手，他是没办法攻击啊哈。所以我好像有一点意识到我踩线，所以我第一个意识我就把球拖过去。因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做啊，然后就拖过去，就莫名其妙就得分了，但是相当的精彩。对，不过刚才我们有提到，在赛季初的时候输掉第一场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惊讶。所以身为队长，当时有没有给队上的一些不管是精神上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是鼓励？其实就钟轩刚刚所讲的，其实我们第一周输台电之后，我们球队就是整个有开会，然后去检讨我们队上现在所欠缺的东西啊，然后下去做调整，这样。就是身为队长，就是打这种成绩，其实大部分心态上大家都还蛮还蛮 top 的啦，所以就大概稍微鼓励一下大家，然后就是输了第一场不一定输了一整季啊，所以重新再来这样。是针对到这个问题，可能要问教练，我觉得更加的精准了。就说大家因为目标一定都会放在这个最强的球队，因为毕竟球队已经连续2年拿下了冠军。结果今年一开季就输掉了第一场比赛，大家当然会有点欢乐，就说啊。会不会今年的3连霸受到了挑战？现在4场比赛打下来，教练你自己本身对这个赛季目前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还是如同钟轩他们讲了，我们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跟举球员的搭配，然后强化这个就是举球员的精准度嘛，所以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就是稳定度更加提升。那其实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说Brian的受伤造就了我们这些攻击手啊，然后这些比较就是我们所谓的球星等级的选手，我们这些国手，他们大家都更跳出来了，所以这其实是对球队有一个很正向的帮助。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个凝聚力再继续累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球队应该会越来越好，甚至越来越强大。这样，对。是的，好的，感谢3位接受我的访问，也恭喜你们拿下近期的3连胜。我们把时间交给洪清。好，那首先先恭喜哦，连庄在开季吞下首败之后呢，一度信心有点受挫的情况之下，顺利拿下了3连胜。那美津浓也比较可惜哦，今天要来挑战3连胜，但是面对到这个前几个赛季的这个联盟的霸主哦，连庄排球队的强力的挑战之下，仍然去吞下了这个本季的一个首败。那我觉得今天连庄之所以能够获胜的这个最主要的关键有2个，一个就是他们今天非常专注度非常高，而且判断非常准确的拦网哦。那光今天在拦网上面应该就赢到这个对手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分数，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今天展现出了一个男排运动里面比较少见的防守的韧性，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印象中的这个男子排球都是一波就直接一击就直接毙命了，但是今天连庄排球队今天展现出在后排的韧性，包含说他们前排的拦网跟后排之间的一个搭配上面都有能够做有效的沟通与串联，再加上最重要的他们的这个攻击真的是火力是点点开花，所以也让美津浓不知道要去防备谁，因为你专注对付这个人，他其实另外一个选手很快就可以跳出来。对，我觉得洪清点出了一个关键，当然这支球队在攻击火力上不需要让人担心，但是防守端如果能够也配合起来的话，就让他们整体的战力变得更加的强大了。是，好的，当然在这里要恭喜连庄拿下近期的3连胜，同时也要提醒这个观众朋友，在待会我们还有一场精彩的赛事，将是由这个桃园台湾产险要面对彰化3大有限。那这场赛事呢，我们在稍作休息片刻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欣赏这场精彩的比赛。